虾面据说从日据时代就开始有了。福建一带渔民把日军吃剩的虾壳熬成汤，配上黄面，就成了美味虾面汤。而福建人喜欢在夏天吃面，虾与夏同音，夏季吃虾面代表身体健康，这就是虾面有趣的典故了。小贩学院保留传统味道，打造新兴小贩。辛迪，你知道吗？我国政府呢推广小贩行业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，所以国家环境局跟新加坡精神技能发展局联手推出小贩培训计划。哇，这计划真的很不错哎，让新手们能够掌握技能，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以加入小贩行业。课程呢是由新加坡亚洲烹饪学院主办的，想了解更多详情，可以到以下的网址。我们的同学们都参加了这个课程，还都拿了毕业证书呢。他们可幸运了，因为来到小贩学院，我们这里有资深的小贩师傅亲自传授独门秘方。说到秘方，今天这师傅可厉害啦！李志伟师傅从小就在爸爸档口帮忙，从街边古早味到现在的大虾面，坚守着90年的老字号，靠的是刻苦耐劳的精神，遵循好品质，让传统味道得以更新和传承。成功是没有捷径的，全靠扎实的基本功，要胆大心细，才能做好一门生意。志伟师傅，据我了解，你是虾面第3代传人啊。对呀。但是你好像是要慢慢退下了。啊，我的第4代已经准备在接手。师姐，你答应传授秘方给我们呢？那秘方到底是什么？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秘方，最主要是用料新鲜，用心经营。爱吃面，固然重要，可是不可以爱面子。做小贩呢，一定要能屈能伸。是，那据我了解，你的徒弟应该是蛮爱吃面，但是不是能够能屈能伸呢？问问看就知道了。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是 Irene， 我是一名保安人员。我有一个可爱的外婆，她很爱煮，跟在她的身边，让我从小对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是 Ryan， 在酒店餐馆工作，会踏入这行是受爸爸的影响。他是一位厨师，烹饪也拉近我们父子的关系。有爸爸的引导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够成为出色的厨艺高手。师傅，我听说你有在打听徒弟是男是女啊？为什么？女的我只能够动口，男生呢，我会动手。OK， 所以到底是会动口还动手？待会儿我们上课就知道了哈。好，马上上课吧 ，Let's go。师傅，一碗好吃的虾面呢，最重要就是要有灵魂嘛。那我问你，你知道虾面的灵魂是什么吗？就是要好吃就对了。你讲废话。Irene， 你说它的汤，不错不错。啊，你的虾有什么特别？我们的虾汤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，就是我们会准备2锅那个汤水，一锅是专门是煮那个大骨跟猪肉，然后另外一锅呢是专门煮虾，里面的那个骨髓啊，骨髓敲出来对，这样熬出来汤才浓郁啊。对，你不知道你就以为说虾它一定只有用虾，但没有，还要用这个猪骨，对吗？放在那个热水穿烫一下，对。考2位学员啊，为什么要先穿烫？煮香它的味道。错，不对啊，给它去一下它的血水这些。对啊，就是要去腥啊。对了哦。那穿烫多久嘞？熟了就行了。OK， 就把这个猪的骨头捞起来。对，现在我们要处理这个猪肉。第一锅肉骨汤，除了猪大骨外，还得加入猪肉和猪油，慢慢熬煮出味道。下一步我们就要准备另外一锅的那个开水来烫虾。你的档口是用大虾
对啊那今天怎么选择这种普通的虾呢？以他们现在的资历呢，我看只能够煮小虾了啊。先从那个基本的学起。以前我们卖的那个基本就是以虾片跟猪肉片为主。所以当初你要改去用大虾的时候，你的长辈们有没有反对？那肯定的，因为大虾的成本贵。是。那后来你是怎么说服你的父亲？我就用行动去证明了，市场的反应呢是越来越好。其实我们整一个学徒要学多久才可以煮到那么好？我到目前还在学呢。哇，学无止境活啊！到老学到老了。是。我只是把基本的给教给你们，之后的造化要看你们本身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拔虾壳，剥好的那虾壳呢，我们可以拿去炒香，去头，然后尾巴也是去掉。对，我要的标准是这样。 OK。好。你的虾尾巴去了哪里？被我拔掉了。志伟师傅啊，这个虾的尾巴是很重要的嘛？当然了，这个就要呈现给顾客。如果你把虾扒成支离破碎的话，根本就不是端不上桌嘛。每次去小贩中心吃美食啊，都以为他们对摆盘比较不讲究啊，但是其实对于志伟师傅来说，他对色香味啊都有这个要求。教你们怎样切那个虾，一只虾我们会切成3到4片。哇，这个很像那种日本师傅的手法哦。对，切生鱼片的那种感觉。在手里面切，这不容易耶。哇，一只虾要切成3片啊！ 3片是最少了。你们先练习切半，那等到切半，你们觉得没问题了哦，你们再挑战切3片。哟，看Ryan切很恐怖嘞，会不会切到手？所以我在旁边也是替他捏把冷汗。方向全部都反了，多反啦！他们刚才没有观察我切的细节，虾尾在前面，虾头在后面。他们呢？他们是虾头在前面，就错了。这只虾，另外一部分应该是不见掉了。哦。这只虾只能够用一边。那 Irene 呢？这一片是大虾，给它切得好像虾米这样，手感不好。所以你觉得2位哪一位表现比较好？如果要我选的话，我是在欺骗我自己。哦。这一堂课最主要是看他们的刀工，其实他们2个的刀工呢很马虎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学怎样切这个猪肉。首先我们看那个猪肉的纹路是在哪里。那纹路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切一片就是没有纹路的啊。哪一个是正确的呢？哦，右边那个比较正确。右边是正确的。我要教他们怎样切这个猪油。猪油 ，OK。下一堂课呢，来我店学怎么去炸那个猪油。现在我们要炒这个虾壳。大火热锅嘛。热锅对，油、蒜泥、爆香对，1大匙哦。然后要加这个酱青，直接虾壳下去。它不停的翻炒哦。对，香味已经出来了。对，香味好了可以直接倒进去。哇！有。然后就让它那个虾水稍微再煮那10分钟 ，OK。慢火熬煮。所以你那个爆香的动作是很快的嘞。很快，对呀。烧焦那虾就有那个苦了。所以只是把它炒出一个香味就好了。对，20分钟过后，我们再把那个大骨汤跟那个虾汤调在一起。说从一开始不可以一起2个煮。如果你把它全部给放在一起煮的话，基本上你是煮一碗杂汤。新加坡的小贩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成功的例子只有20%。做小贩的那个精神呢，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要坚持，从原点开始。这个汤呢，我们需要调味。首先我们加糖，然后就是蒜蓉，再我们要调那个色。好，黑酱油，标准的那个虾面汤是以棕褐色。OK， 接下来啊，你们要学怎么炒虾壳了。哦，分量太多了。分量太多啊。好，这样一点点。好，这样直接下。 哇！被炒到火势凶猛，火烧厨房了。
Ryan 使劲吃奶之力翻炒，师傅不是说爆香需要这样大火吗？师傅，来先看一下，还蛮香的嘞。有点烤焦了，师它火太猛了。没有嘞，我是一点点的，它不是很焦了，所以我就是哦好了。师傅来看一下我们的 Irene 的做的怎么样？蒜泥放太多 ？OK， 400。哦。来到关键的最后一个步骤，烫面的时间拿捏很重要。师傅也讲究配料烹调，从虾片、肉片到猪油渣，先后有序，甚至到最后摆盘，配料与面的覆盖比例以7:3为准。大伙吃着浓郁虾面，陶醉其中。那面条已经有吸入那个汤汁了，对，所以很好吃。这个汤头呢是非常浓郁啊，很鲜甜，很饱满。你觉得你有办法做得出来这样的水准吗？现在就是有一点压力啊。它很入味，它的汤。我为什么眼睛泛泪啊？你是很感动是不是？想到什么回忆？小时候啦，就偷学人家煮虾面那种。现在很多地方你吃虾面，它都已经调过很多配方，都不像以前的那种味道了。所以今天吃到师傅的这一碗面，就勾起我很多以前的回忆。这就是古早味的魅力了。哎呦 ，Ryan， 哇，来，哇，大包小包的。这个都是我的功课来的。你的同学呢？ Irene 生病了，啊，生病了。对不然我们打电话关心一下好不好 ，Irene ？Hi Irene。 Irene 身体好点了吗感冒。 ？OK， 那 Irene， 那你今天没有办法上课怎么办嘞？师傅有补课吗？师傅。OK， 我跟你说哈，你先把病养好，之后你再来跟师傅联系，好不好？学习煮虾面，当然得学习认识不同的虾，还有如何选新鲜虾是必备课程。对于新入门的 Ryan 来说，这一切都是新知识。学虾面有难度，就不知道师傅档口得交出的功课合不合格。这个是什么？鱼饼。来干嘛？我有叫你准备这个鱼饼吗？明明没有鱼饼啊，怎么他自己准备虾面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跑出那鱼饼？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还有特别熬了这个虾汤啊，他炒那个虾头的时候油放太多，下面那个全部都是那个都是油浮上来了。，对对，这样蛮香的，有那个虾味。哇，哇哦！你是放几斤的那个盐下去啊？哈，如果是这样的汤，我们就倒掉了，倒掉了。汤也不及格了，接下来的门槛 Ryan 过得了吗？好，那首先要验收你的刀工啊，回家有没有练习？有，我们一开始那个虾先是。看来又踩到地雷喽。你在刷什么？刷卡？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放在上面，然后这样慢慢切，很美的？你这样刷，你确定你有看我怎么做吗？切了虾，切了什么四不像，怎么给顾客吃？哇，我觉得 Ryan 的刀法是真的蛮差的嘞，顺着条纹记得吗？哪里是这样的？你这样切法的话，你这一片猪肉你能够卖几碗？你切到中间，整片肉这么大片，你怎么卖？分开切，你看你们的煮的不熟。我觉得一道食物哦，好不好吃是其次啊，你连熟不熟啊都是个问题，那就是很糟糕了。因为我以前在厨房就是每天被骂，所以已经习惯了。哎，不，纹路，你切块要顺纹路，先看那个纹路，然后再切下去。你看你纹路这样子。李腾不是做小贩的啊，不是厨师来的嘞。切。啊，小心啊，你的手小心啊。小心你的手，你在进步了，不要急，越切越急。慢慢来。其实你是做得到，只不过是你根本就没有练习，在家根本就没有练习。哎呀，干脆就教用鱼饼算了啦。这是虽然是第2堂课，可是第1堂课我教的东西，他全部几乎都还给我了。OK， 现在 Ryan 要学炸猪油嘛？对。那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专门训练来炸那个猪油渣跟油葱的师傅。好，哎，用心学啊。好，师傅，因为量比较少，咱们就先给它加点油，全程小火。太大会怎么样？就会
粘锅，然后变焦，变焦了之后就会影响这个口感。对。炸猪油渣看似简单，其实考功夫，油温火候拿捏得当，在巧手下炸得漂亮的猪油渣完成了。好 ，Ryan 到你了。好吧，下猪油，哎呦，好来，师傅来，哇，师傅好，看一下，他已经开始自己在炸了，开始有颜色了。我要小一点喽，关烧焦喽。哎，不是关完是吧？关小，还可以哈。看的人紧张啊。哇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嘞，要焦了，要焦了，可以捞了哦，不要急。笑，干嘛笑人家？他很紧张，没礼貌。他很急。好，完成。哇，哦，刚刚可能火太大，炸猪油也学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要学煮面是吗？对啊。Ryan 把带来的那锅咸汤重新再调味，希望这次能烹煮出师傅满意的味道。那可以烫面了。多了，哇，多了。现在我在想到底这个节目是不是该继续拍下去呢？现在豆芽呢？豆芽也要煮的吗？那天是分开煮。你问我啊？没有。然后这豆芽，好，呀，空心菜，这些烫面，好，放进去，搅拌。OK。Ryan 战战兢兢、有惊无险的第一碗虾面总算出炉了。卖相呢，是它猪肉比较多，这个虾只是4片。你的虾本来是很大片的，可是你烫了就把这个虾本来的体积给缩小。师傅有特别强调一个法则啊，73法则，你记得吗？虾的部分要多一点，然后肉少一点，卖相就很好看了。忘了，我忘了。忘记哦，怎么办？汤头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还是蛮重的嘞。对。哎，你不可以吃这样咸呐。对。啊，我怕你的肾会受不了啊，你的肾啊，不要吃太咸啊。好。那其实今天呢是师傅的休假日啊，他的 Family Day 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浪费他的时间哈。有什么问题赶快发问。我今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没有问题啊。我是没有问题了。哎，我真的吓到哎，突然间这样走，然后我是糟糕，那我也赶快溜开比较好。星期2是师傅难得的休假日，但为了因病缺席的徒弟，他牺牲了家庭日，特别打开店门为 Irene 补课。功课好像都带足了，就不知道能够过师傅严格的关口吗？看一下这什么啊？这是猪油，这猪油是处理过还是直接？就处理过的。几时的？昨天。为什么不是今天呢？你看它的猪油都已经没有色泽了。还有其他的呢？其他的。豆芽也是昨天的拔，昨晚拔了。你这个拔那个尾巴，所以你确定你以后卖的话也要这样做法是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我昨天不是拔给我看的嘞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说它不美，所以就拔掉。如果你现在给我看的是这样的标准的话，那你以后也是要这样的标准。再来，我们这一锅是虾汤。好，就是也是功课。功课接二连三被刷了，最后这锅虾汤呢，能及格吗？颜色可以吗？下来再说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，虾汤是灵魂，这虾汤过得了刀子嘴吗？你就是叫虾汤啊？那个汤头啊是隔夜汤来的，已经变质了，因为是隔夜，所以它的那个鲜味跟香味都已经没有了，还有淡淡的那个酸味。其实我喝到那一口汤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汤不对，所以应该是不能用了吧？直接倒掉了，我们重新学过 ，OK？ 我们虾面最重要的就是现做现卖，不可以用隔夜汤。没有想到说隔夜汤其实不可以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始。
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学过了嘛？现在手在抖，只是师傅在看紧张。下面这个是切好的，对，你用什么切？我自己家里的刀，那你来这边呢？就用你的刀咯。这回答好像有点牵强，也难怪师傅要严厉苛责了。在家里用自己的刀，来到我这边实习用我的刀，去档口呢用谁的刀？师傅为什么不说话？不要切了，切猪肉。师傅可以切一半先嘛，然后再切。你切完再讲了。为什么我一直重复说你们自己的工具要准备好？你要熟悉你的工具，让那个工具就是跟着你的那个手法，要不然你用别人的刀，你怎么熟悉那个刀法呢？今天你来这边什么工具什么都没有带来，不好意思带来。Ryan 的100多块的刀可以带，我的2块钱我不好意思带。那你几时还要带刀呢？下一堂就会带。来不及了，下一堂还是下一堂。心里你看着他，我去喘口气。OK 啊，真的是我的错。师傅你来了，师傅气消了吗？师傅厚度 OK 吗？全部都不及格，太厚了。那接下来呢？猪油。天啊，在等我做什么呢？师傅的意思不是用挑，不用挑，你每一边都要切的，都一样的。师傅切大概多大？猪。你这是第几堂课呢？哦，第一堂课我教你什么呢？刀切猪油。那你现在问我，他本身就是要有一个该做什么，他不应该问我该做什么，因为他来这边之前就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。太粗了。记得上堂课我们在课堂里面学到的那个厚度跟大小啊，记得吗？记得大概1点半。这的确有点太大块了。你太肥了。这些全部都是瘦肉的，其实根本就不可以炸的。哦。那不是行啊。你跟你的放在一起看，比较一下。大1倍。对。啊，你知道就好。你在家根本就没有练习的。我不要看着你啊。不可能新手一来就什么都会，肯定就是要从错误中学习的。我已经讲出那个错误，你就要用心的把它给改好。是不是很生气啊？其实是有一点失望啊。哦。制作单位是真的是用心良苦。给他们这个机会来学习，结果他们学得一团糟。这样的话讲，完成自己的梦想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真的很失望。我们知道师傅是刀子嘴豆腐心了，还是会给Irene多一次机会吧？那当然的啦，机会是要给那个有心人的。我们继续学炸猪油吧。好吧。的确，机会是给有心人的。炸猪油渣对会烹饪的Irene应该不难吧？师傅不放弃，循循善诱。看来今天Irene做的比较理想的成绩就是这一碟炸猪油渣了。虽然不是最好，肯定可以更好。如果是讲猪油炸的话，应该是Irene会炸的比较好。Ryan 呢，是因为关键时刻那个火候没有掌握得很好，所以就有一点烧焦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去煮面了？煮面了，它汤都已经不行了，还煮什么面呢？直接倒掉了，OK。在这堂课结束之前，有没有话要对我们的师傅说？首先要跟师傅讲 sorry 先。OK。就做错那么多东西。哇，来，师傅早。Ryan早安。早，你已经完全融入在其中了。对，很早就开工。那个 Irene 呢？Irene 今天又生病了，又生病了啊！所以他是会晚到还是完全不到？完全不到吧？没到啊！师傅怎么办？那算了吧，那我就是训练这个 Ryan 就行了。那个就不管他了。今天Ryan 你好自为之了哈。好，会的，我会加油。关注全部放你身上哦。好。师傅的店面分工仔细，单处理虾的队伍就分成好几组。Ryan 认真工作，但回到与老员工学习切虾时，似乎又触到他的死穴，问题又来了。哎呦！
不要不要，这个不要。你先放，你先放。OK。这个能卖吗？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的，这个需要时间慢慢的培训。哇，师傅，想不到你的店铺这么早就这么多人啊！对，那是不是也是有些任务要给你徒弟？这个任务很重要，你觉得你现在应该还要做什么？煮面，还不是时候。不是师傅。我们先从收碗开始，训练你那个手脚的那个 coordination 是很好。那师傅，你以前是不是也是从收碗做起？我从8岁，从抹桌子、收碗碟，然后洗碗碟这些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在爸爸的档口帮忙啊？对啊，对。 OK， 那爸爸会凶吗？那时候？只能笑了。那我们懂了啦。明白明白。那现在呢？爸爸还会常常来吗？他每天都会来，而且都在看着我做。看来今天 Ryan 要好自为之了。堂哥早。看这位施工犀利的眼神，恐怕比师傅更为苛刻。老东主的目光紧盯着 Ryan， 不放过他的一举一动。师傅说，从收碗盘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事的态度。Ryan 这位新手工作看起来积极认真，但此刻大家似乎同时都发现了什么。看它有一个碟子在里面。对，我也是有看到。看一下。对对对。有碗碟在里面吗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 确定了。有没有不小心把碗碟也倒进去啊？没有。这是什么呢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要扣钱呐！怎么办？哇，那怎么办？现在还是非繁忙时间，你都已经有这个错误了。如果我不纠正你的话，我看我的碗碟到收工之前都已经给你就是丢完的光光。哎呦，这个是大忌耶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态啦，你不够小心。而且我觉得师傅很利哦，他立刻看到说，哎，他把那个小碟子给丢掉了，所以师傅是真的是很用心的看 Ryan 的一举一动。师傅好。你刚才在哪里？啊？我刚才在哪里？哇，你坐这。 累啊，很累啊，要休息一下。现在没有碗盘了，等到有碗盘我再继续。你累了？背痛了，背痛了。你知道那个收碗的安哥几岁吗？70岁了，你还几岁？23岁。收碗，你说你背痛？可以。不可以坐下来哈。好，可以。不会的。 现在我再给你多一个任务，就是要进去里面学捧面。哇，升级了 ，upgrade， 终于了 ，OK， 终于哈。我们这边捧面就是每一张桌子都有一个号码。你收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呢？在收碗的那个过程中要观察桌子上有什么特征，就是每一张桌子都有一个号码，完全就是没有观察到这个细节。 所以就是叫他就是重新的再去认一遍那个桌子号码。OK， 这一桌是49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汤水的。给水喝汤的。这个也给你们。好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捧面的？你知道这样很危险吗？哦。啊？怎么可以托盘可以拿那么高的呢？ 啊，康姐，教怎么捧？你刚才拿的是这样哦，那个碗在这里，你差一点掉。水喝汤的。哦，所以平时是没有这样的。你在酒店你做酒店没有这样大的，都是小的。你有托到这么高吗？啊？没有了。没有，你为什么在这边托那么高？再给你多一次机会啊！好，可以，不要再犯同样错误啊！好 ，OK， 去。 服务顾客 ，Ryan 要学的还很漫长，这回有改进吗？捧面的时候，拇指不可以下去的。你是这样拿，万一那个碗很烧呢，你肯定受不了的。好，这样拿，错，没有人这样手放进去的，多么不卫生。对，还有啊，对，捧完面之后，破盘拿住。 不可以放下来。好，
师傅的教法是比较严格了，每个东西他都是很仔细的。我要看那个人的那个学习态度，如果他是认真的学，我就认真的教。这个态度呢，我觉得 Ryan 有心要就是成为一名小贩。好，那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实习了一整天哦，也是蛮担心Irene的状况啦。我们联系他一下，关心一下吧，好不好？Irene 在简讯中告知制作单位，她高烧39度，表示一早就会去看医生，但此时拨了好几通电话却没听。大家担心她的健康状况，决定驱车登门慰问。因为其实Irene 说她发高烧嘛，那我们知道她是一个人住，所以我想说来关心她一下，看她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在这里 ，Hello， 有人在吗？嗨，你好 ，Irene 在不在？有没有找她？他不是跟你讲另外一边吗？哎，他没有跟我讲，他说在家里。Sorry， 我来。这个家哎，他是讲另外一边呢。OK， 我们不知道。根据 Irene 的地址拜访，却不见人影。Hello， 林远，你跟他讲说，今天有来跟你拍节目是吧？艾琳，你怎样了？对，因为我们来关心你一下，所以我现在过来找你好吗？他挂掉电话。马上杀电视。大伙儿在家人指引下，又赶往另外一区，主角出现了。Hello， 怎么样？好一点了吗？哎呦，很担心你。对啊，你现在烧有没有退下来？对了，师傅也很担心，说怎么身体一直会不会影响，然后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比赛也是，因为下礼拜就要比赛了。对，那怎么办？你有没有一个想法？就可以在家一直练习，就不停的练习这样。OK， 那你这几天好好的休息，然后抓紧时间练习，好不好？ 终极比拼前，一切硬件配备全都组装，新手小贩构思的招牌也上架喽。而这也是 Ryan 第一次来到实体档口做最后的冲刺，看他不慌不忙，刀工进步神速，工作台也井然有序，好像脱胎换骨喽。一切好的改变，就等师傅给予评定。 煮面的黄金比例今天也拿捏对了，这碗美味可口的虾面汤味道如何？比例是好，基本的那个味道是在那边的，只不过那个糖跟盐的调味啊还不到位。好。而多次因病缺席的 Irene 表示会加紧练习，言犹在耳，这一天却再次无影无踪，到底他又发生什么状况？ 终极比拼 ，Ryan 不敢怠慢，一早7点报到。有充分准备的人，肯定士气高昂。我今天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，因为我已经训练了很久，还有我自己煮出的虾面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我就是拔够我的虾肉，将剩下的虾我也是要跟车一起炒，两个都倒下去，更有虾的味道。好。 现在就给它慢慢滚。啊，好了就整个一下去，放下去。啊，我不在教课，我是remind我自己。也大概要好。Ryan 信心十足，但他的对手 Irene 呢？ 空荡荡的档口，杳无踪迹，白占了位置。Irene 又没来报道，
小饭学院保留传统味道，打造新兴小饭。哎呀，我们这次的学习过程可以说是曲折迂回。小饭实习生 Irene 呢，因为病假的关系，最后决定要退出比赛。啊，是的，其实 Irene 在第2次训练开始，身体一直不舒服嘛，而且在我们的实习课当天，他也缺课了。几天前，我们制作组收到了他的医生证明书，在这里要祝他早日康复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的终极比拼还是会继续。Ryan 的对手不是别人，就是他自己。而且呢，我们比赛的门槛会做一些调整哦。哇，我觉得没有人跟他比，反而压力更大了。没错，听说他一早就来准备，我们去关心一下，走。艾琳不在，我不懂会发生什么事了。哇 Ryan 一大早你就在那边准备了。对，我刚从外面这样一看哦，你的这个招牌还蛮特别的。为什么会叫虾仔虾面？我就是虾仔，所以你就是那个虾啦。对，然后那个面就是你煮的面。对，好。哎，他拔起来有进步哎，你看，有虾尾巴，真的有进步了嘞。Ryan 的进步呢，空间是很大的。他这一次呢的表现感觉很沉稳，而且哦一直跟自己对话，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老师傅。哇！来，师傅也到了。和师傅报告一下你的进度怎么样吧？是，好，师傅，这个是我的面，还有我的材料。哎，这里就是我等一下要切我的肉，我1个小时之前才切，保持它的新鲜感。OK， 其实志伟师傅在教课的时候还蛮严肃的啊，但是今天呢他很窝心哎，就是他会一直瞄，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，然后一直给他提点的。还有辣椒，我就是不要太早切了，怕干掉。其实辣椒你应该先切，因为辣椒比较费时，切了然后放冰出，到时才不会手忙脚乱。有可能那个时候是没有想到那么多了，因为我的计划就是很像提前的1个小时切完所有的东西，可是突然间师傅提出来，我就立刻拿那个辣椒去切了。其实我觉得师傅非常担心哎，因为我们在等候Ryan 煮的时候啊，他一直在瞄 Ryan。我是会比较就是小心一点啦，因为我不想他就是在整个过程出差错啊，毕竟这是一个考试。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试看那个味道，不够咸还有甜。Irene 怎么样了？啊，下面今天没有开档。因为 Irene 她是这样子啦，她一直不是生病嘛，然后她就后来就请了病假。Irene 呢，她有这个病假，我也不愿置评了。这个档口空荡荡的，就是有一点可惜了。档口都已经全部配备都有了，就独缺那个参赛者在里面。我相信这个 Ryan 也知道 Irene 已经在请病假了，可是他是坚持的，就是不断的就是自我要求很高，应该给那个 Ryan 一个赞。的确 ，Ryan 在没有对手下依然努力不懈，因为有家人的打气，让他更奋发图强。终极日煮出的虾面味道如何？因为他练习了很多次，所以今天的真的是好喝。虾汤它的味道不错，比之前的很浓。可能师傅教导有方，进步了很厉害。哎，我真的很感动哎，我觉得你做任何事情有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很好。我觉得他那种是一种无形的鼓励啊，即便是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他们的出现，你就会觉得说很放心。汤头最重要。汤匙不可以沾在那个酱型，对，没错，很辣，不可以这样放，对，会很辣。对，我捞汤第一口是很辣，对，因为下面都是辣，对，这些全部都是细节，都是细节。对，志伟师傅直接就点破了，他就说，因为你的汤匙是放在那个酱料的碟上面哦，所以你还没喝汤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沾到了那个酱油跟那个辣椒，所以那个味道就变了。我只能说呢，从第一天见到 Ryan。到现在，他的进步是非常大。我记得在训练日当天喝到的汤，跟这个是很大差别。这一碗虾面的味道呢，虽然还不是算是很完美了，至少已经达到那个最低的那个要求了。至于那个有没有忠于原味呢，先卖个关子吧。哇，师傅讲得很模棱两可哎。是交给我们的评审团做最后的决定啊。对呀，对。好，可以，拭目以待。今天上阵的10位小贩美食评审可是大有来头，有来自饮食业人士、著名的美食博客，
个个都是爱吃虾面的老饕，在名厨 Chef Eric Teo 领军下，将做出公正评价。Ryan 一路辛苦学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小贩学院终极比拼现在开始。Ryan 第一次面对严厉的平台，捧出去的这碗虾面即将攸关他的小贩之路，而师傅也为他着急了。师傅怎么样？还有一点紧张哦，因为刚才就是面已经做好了，忘了放那个汤匙，那个手忙脚乱了啊。在备料的时候啊，我看 Ryan 信心满满啊。后来时刻一一出现的时候，看到出来，那个 Ryan 就开始紧张喽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，所以看到这样多评判们，我觉得很压力。Ryan 展现的虾面味道是否与师傅接近？评审团心中有数了吗？现在问一下 Miss 贵了啊，据了解呢，这个李师傅的虾面你是从小吃到大。对我超热爱，因为小学不在附近嘛，就会经常带我去吃。OK， 那今天吃到他的徒弟的，你觉得这碗虾面怎么样？还是有差一定，但是已经算接近了。它的那个猪油渣就是可以让整个虾面的那个汤变得很有味道。我觉得这是一碗很古早味的虾面，很简单，对，不花俏。它的面呢，我觉得烫的刚刚好，就还有嚼劲，说 OK 啊，不错。它来的时候那个虾味很香，但是汤头偏甜。我喜欢它的虾，因为它很脆又很新鲜。我很喜欢吃猪油渣，但是这个猪油渣不够香。好 ，Chef Eric， 那你觉得这碗虾面怎么样？其实我本身觉得这碗虾面它的基本的要求已经得到了。一碗最基本的虾面，你觉得是要有什么条件呢？它的虾要新鲜，它的汤要有这个虾的味道，它已经得到了。有做到了。做到。OK。对。可是我觉得它的汤能够更浓，它的油渣呢颜色很美，炸得非常美，可是还可以进步了，要够脆。小贩学院终极比拼现在呢是投票的环节哦。那刚才我们访问评审团，可以说是好坏参半啊。没错。但是今天呢，Ryan 可以说是跟自己比赛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评分的标准呢会做一个调整。10位评审呢，你们各有1票。如果你能够获得7票以上，就代表说挑战成功；如果是6票或以下，就是挑战失败了。好，那志伟师傅也是关键人物之一哦。那你觉得 Ryan 的表现有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呢？除了煮出美味的食物，纪律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点Ryan 已经做到了。所以你这一关他有通过吗？通过。哇，恭喜！这已经很大的肯定了。但是现实是残酷的。如果你们觉得 Ryan 的虾仔虾面有接近志伟师傅的味道的话，请举牌。3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，做一个真正的小贩。2。Ryan 我对他非常满意，因为他的真诚打动了我。1。4票，我真的有这样差吗？因为我看到我爸爸的嘴巴都开到这样大嘞，我看你都要哭出来了。声音很小声哎。因为他的水准还没有到他的师傅那边嘛，吃过他的师傅的，然后去吃 Ryan 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愿意不投了。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？汤底吧，有可能会越熬就是越咸一点。可能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啊，有可能吧。其实我是要就是能够训练出他的那种小贩的精神。小贩的精神就是所谓的不屈不挠。既然失败了，无所谓，再加紧努力，那肯定行的。对。Ryan 的耳朵都红了。耳朵都红去了嘞。你的都不要这样，因为我看到师傅很认真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我们是开玩笑的，刚才我是开玩笑的。吓你的，把他吓到了啦！他已经要犯累了。真的。我们避免又第2次伤害，我们一组一组来。对。3、2、1。好，6票了。6票是。你要多1票。你就是挑战成功了。好。3、
2、1。我要感谢我的家人，一直给我180%的鼓励。我知道今天你很贴心，你还有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，对吗？要给你的师傅。来，师傅，我非常感谢您这一路的教导，希望未来我能像您一样成功。您是我的榜样，我谢谢你。恭喜 Ryan， 他将获得新加坡环境局奖励的培育新手小饭摊计划，是可以直接获得一个摊位哦，实体经营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新手小贩。恭喜！小贩学院任务成功。Love 972李连主持的 Lovely 生活志，与你分享更多节目相关内容。本周美食介绍也会刊登在巴士界。